大家好，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二，农历庚子年的正月初4。昨天有一条消息传出来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香港苹果日报说，驻扎在湖北孝感的解放军空降兵，他的保障部有一名军官在25号被确诊发现感染了武汉肺炎。那中国人权民运讯息中心的消息是说，这名军官被发现感染以后就被转移到了解放军医院，第二天，也就是26号，就有大约200名军人被送到了一处空置的飞机库里面隔离起来了。那这条新闻呢，是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万一军人这个群体被病毒攻陷了，那怎么办呢？在一般的印象当中，都觉得军人是非常坚强的啊，好像在什么事情上都显示出他们很刚强、很有力。但是在病毒这个事情上，还真不是这样。我认为他们比一般的老百姓在病毒面前更加脆弱。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和军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军队这个群体啊，他的生活方式是高度的集体化和纪律化。军人都是在一块儿训练、吃饭睡觉也挤在一块儿，就是那种上下铺，在一个大宿舍里面1长6的床铺都是这么生活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集体活动，那么一个人染病就很糟糕了，就非常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就容易造成扩散。而且呢，军队你还没办法号召军官士兵自我隔离，他们一隔离一分散了，那不就没军队了吗？对吧？这个组织也就瓦解了。所以呢，在病毒这个事情上是显示出事物的两面性，一个东西让它强大的因素，同时也是让它脆弱的因素。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高度集体化。可是呢，它在病毒面前尤其脆弱，也是因为这个集体化。那么这样一条新闻呢，其实是启发了我另外一个视角观察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就是它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扩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共长期依赖的那个维稳手段是有可能失效的解释一下就是上面讲的军队这个群体，它除了容易是病毒去扩散的人群之外，同时它确实也是容易接触到病毒的人群这就带来了脆弱的双重性你又容易接触到病毒，接触到以后又容易扩散，所以你这个群体就很高危嘛。目前最容易接触到病毒的是2类人，一类是医护人员这没得说，他们天天都要接触大量的病患。其次呢，就是这个在公共场所执行维稳任务的公安、武警和军事人员。不是有消息说中部战区已经调动了吗？就是军队已经参与了在武汉外围去封堵交通要道，而武警更是被调上了第一线。其他人普通市民是被要求尽量减少外出，大伙儿都待在家里，能不和人接触就不和人接触。而维稳人员呢，他们的工作就是和人接触就是要把别人推回去。其实维稳人员这个时候，他们也就成了病毒的高危人群比如大家在照片当中看到的，在封城实施前一刻，在武汉市火车站站岗的武警戴着口罩，那人群集中的地方当然就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了。普通旅客也就是在车站里面停留片刻就离开，而这些武警就要惨很多，只要这个车站不关，他们就得站在那儿。也许过几个小时会换一班岗，但是他们停留的时间肯定比普通旅客要长就是在那里滞留的时间更长，其实他们被感染的几率更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防护装备很紧缺连医护人员都感到紧张，那么这些军人和武警能够得到怎样的保护就很难说了。同时呢，军事单位里面信息还更加不透明，一旦有军警染病，他的战友同事很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被告知的，这也就造成军事单位内要防疫更加有特殊性。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中共不是习惯了用高压维稳手段来控制社会吗？一个地方有什么不服从，就派出特警、武警什么的。但是这次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封城、来防堵疫情，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军警它也容易感染一旦感染，出于隔离的需要一个人感染，那也许一个班、一个排的人都不能执行任务了，这就可能造成人手不足，情况失控。封城这一类的任务恐怕就不容易执行了，它就是这个因果循环。2003年的萨斯，它的传播没有到今天这种凶猛的程度，
SARS 虽然说感染了很多人，但是没有严重到把10几座城市封城这种程度嘛。所以军警所受到的病毒威胁，它也没有今天这么严重。当然，上面讲的是推测啊，它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很难找到同样的案例来做对比。目前呢，是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有军人被感染，有军事单位被隔离。那么这个事情对整个防疫工作所造成的影响，咱们还得观察啊。今天咱们起个头。今天接下来要说的重点呢，就是关于病毒源头的认知啊，目前出现了重大逆转了。1月24号，医学权威《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这次病毒的源头，它很可能不是大家一开始所公认的那个武汉华南海鲜野味市场。这篇文章呢，在1月27号又被另一个权威大咖《科学》杂志所引用。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现在国际医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场疫病的病毒源头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了。那么如果不是一开始大家所说的那个华南海鲜市场传出来的，那请问这个病毒从哪儿来的呢？那就只可能是从别处泄露来的呗。所以这个观点呢，从别处泄露来的这个观点已经越来越有说服力了。那这个事情呢，咱们得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一下啊，所以接下来就进入了推理烧脑的环节啊，我尽量把这个脉络讲得清楚一些。就是在被研究的41个冠状病毒的案例里面，首宗案例他出现症状的日期是12月1号，而这个人呢，他其实并没有去过那个华南海鲜市场，他的家人也没有出现发烧啊，还有呼吸道症状啊。到12月10号又过了9天，才又有3宗这个发病的病例，而在这3宗里面呢，又有2宗这个患病的人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不曾暴露在那个环境中过。那这就有问题了，那你还好说这个病是从海鲜市场传出来的吗？在最初的41个病例里面，确实是有27例，占大约66%的人是去过那个华南海鲜市场，但是也要注意，剩下的14例没有去过呀。那这个结果呢，是被发表在了《柳叶刀》杂志1月24号一篇论文当中，现在又被《科学》杂志所转述了。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千夫所指的那个华南海鲜野味市场，它的病毒很可能也是外来输入的，只不过这里是一个早期的中转扩散地啊，也就是有可能在这里是诞生了第一批超级传播者啊，也就这么个意义。那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呢，就让之前所流传的那个消息说这个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里面泄露出来这个说法呢，有了更强的说服力啊，不是从海鲜市场来的，就得是从别处来的了。那这个传闻就需要被认真对待了。武汉那个病毒实验室又被称之为 P4 病毒实验室。这2天人们老说 P4 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英文 Pathogen 4的缩写，意思就是最高安全等级的病毒实验室。在这里是研究地球上最具有毒性、最具有传染力的病毒啊。正好在这几天呢，我这里也存了几样比较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就是关于这个病毒的来源。其中一条呢，就是中央电视台早在2017年就有过一条新闻，当中就说武汉病毒实验室是发现了一种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CCTV 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病毒呢，当时主要是在肠道当中传播，造成了大量动物的死亡。它看起来和今天这种肺炎病毒通过呼吸道传播啊，对肺造成伤害的病毒呢是有差别。但是请注意这么几个特征。首先，它们都是冠状病毒家族，那个病毒的外貌很类似，都有冠状的凸起，像戴了小帽子一样啊。其次呢，都是以蝙蝠为宿主啊。再有呢，就是都和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啊，这相当重要啊。这是第一条消息。第二条消息呢，是我自己查询来的，就是2018年1月份，武汉病毒研究所它发表了一篇论文啊，这个标题叫做《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基因库的发现，为 SARS 的起源提供了新见解》。这个标题啊很拗口啊，它论文的摘要是英文的，大家用翻译软件翻成中文的就能够看出个大概意思。
它的大意是说，有一种叫马蹄蝠的蝙蝠，它携带有大量和 SARS 相关的冠状病毒，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基因库。那咱们把上面新闻联播的报道和这篇论文结合在一起看，我们能得到一个怎样的印象呢？咱们把线索归拢一下啊，就是这些最初的武汉肺炎感染者，其中相当部分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而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呢，又一直在从事 SARS 相关病毒的研究啊，到处去搜罗这个相关病毒的基因库。他手里是有一个冠状病毒的家族啊，这些冠状病毒彼此相似，有的能够造成猪的死亡，而今天的武汉肺炎啊，所谓恰巧也是冠状病毒之一，它们都来自于蝙蝠，是蝙蝠提供的基因库。那这么一说，大家的印象是不是清晰了一点呢？那这么看的话，说这次肺炎病毒是从研究所里泄露出来，这个说法是不是就不那么像阴谋论了呢？那上面是梳理线索，给大家推理。现在停一下啊，因为肯定会有朋友问，你说了半天都是在脑补嘛，都是开脑洞推理。那这个实验室里面泄露病毒有没有在中国发生过啊？有个实锤的证据吗？还确实就有。这种事情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生过。比如2014年7月份，中国科学报的这篇文章，它就列举了2003年下半年在新加坡和台湾的病毒实验室发生过 SARS 病毒泄露的事故。它其实这篇文章是做个铺垫，他说别的地方发生过事故，是为了引出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 SARS 实验室也发生过同样的病毒泄露事故。就是说别人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也发生过，我就不那么丢脸。但是其实这种铺垫我觉得是欲盖弥彰。如果台湾和新加坡发生过同样的事故，那中国应该是有更多教训可以借鉴呢，你反而泄露的风险应该下降啊。人家2003年下半年才发生过泄露事故，你这边2004年就发生同样的事故，那只能说明你缺心眼儿嘛，或者对已经有的教训视而不见嘛。那这方面的槽呢，咱们就先不忙去吐。总之这篇文章是承认了2004年在中国的病毒实验室确实就发生过 SARS 病毒泄露的事故。那既然这种事以前发生过，那么2019年它又发生在武汉，它有什么不可能呢？这就不那么像阴谋论了。另外呢，有一个消息也要提一下，就是近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说，去年中国从加拿大的病毒实验室偷走了一种冠状病毒，但是今天加拿大广播公司出了一篇报道，说这些消息不实，是假新闻。所以这个事情呢，咱们先按下不表，就不忙去过多评论了。但是这个加拿大的 P4 实验室病毒实验室有一个姓邱的华裔科学家，他确实和中国那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帮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培训这方面的专家，这也是事实。所以这条线索呢，咱们也得留一只眼睛，等有了进展再说。那么好，咱们的分析到这里，图景应该比较清晰了不那么烧脑了。这个科学杂志和柳叶刀杂志他们的意见呢，其实是表明了国际医学界的主流基本上已经不相信这次病毒是从那个海鲜市场里面流传出来传播给人的，只不过人家还不好意思直接说是你那个病毒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而已。综上所述吧这次武汉肺炎的爆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它其实就是一次类似于苏联的切尔诺贝利的事故。那说了这么多呢，希望没有把大伙绕晕。那咱们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病毒的源头搞清楚呢？因为这对我们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非常重要。如果它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就得准确地找到携带这种病毒的动物宿主确认以后，有意识地减少人和这种动物的接触。如果是老鼠传播的，就得去灭鼠；如果是跳蚤、蚊蝇这些昆虫传播的，那就得改善公共场所的卫生等级，减少这类昆虫的活动。否则，你一拨人被治好了，你继续和这些动物接触，还会被反复传染吗？要是一开始就是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那就得采取另外的防疫措施了。
此外呢，还得尽量去找到导致人发病的尽量早期的那种病原体，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病毒变异的路径啊，它怎么一步步发生变异的搞清楚，也有助于研制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手段。现在不是有个说法吗？就说这个肺炎病毒已经发生2代变异了。这个2代变异说明个啥问题呢？就说这个病毒它已经大量的自我复制了。病毒这种东西，它基因结构不那么稳定，它复制次数越多，它就越会发生突变。2代变异其实也就是说明这个病毒已经有相当广泛的传播了。那所有这一切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说明了疫情早期及时披露信息、公开透明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掩盖的越久，不仅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越严重，更多人感染。同时呢，你想采取正确的措施掩盖太久以后也很难做到了。病毒都2代、3代变异了，人家那儿连病毒的源头都还没找到呢啊！就是说，这个医学界对这个病毒的认知都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要采取正确的应对手段，当然也就更难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知情权就是生命权，真相就等于生命啊！真的是一个字都不带夸张的。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个 P4 实验室，在这次疫情泛滥当中应该负什么责任？请大家盯紧了啊！今后这个事情它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先到这儿。今天在会员网站上，是我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所录的一集节目啊，就放在会员网站上和会员网友们分享，谈我自己的学习心得、读书心得。我说过，在煌煌24史当中中国的官修正史当中，我最多取个6、7成啊。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还挺惊讶啊，说你就取6、7成啊？那我说您是觉得多了还是少了呢？啊，他觉得是少了。其实我觉得呢，顶多也就6、7成啊，可能呢还多了一点呢。因为历史上其实很多重要的事情并没有被史书记载下来。像我这次去台湾参观故宫博物院啊，就看到那个镇馆之宝毛公鼎啊。这个毛公鼎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周宣王即位的时候，把国家的大事小情都委托给他的叔父毛公来处理，所以毛公和他的家人是西周后期相当重要的一股力量。在从西周向东周过渡这段时间呢，这个历史时期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这个毛公鼎里面有铭文500多字，完整的记述了这个事情。可是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要知道《史记》里面没有留下一个字啊，司马迁完全没有写他，而且在别的史书当中也完全没有记载。如果不是这只青铜大鼎被发现，那我们后代可能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啊。就是说，这个文字留下来的历史，它比起真实历史的丰富性它其实是严重欠缺的。这也说明呢，读历史其实是要做很多推演的工作的，要做很多知识的鉴别工作。就像咱们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梳理这个冠状病毒的线索，很多线索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一样啊，学历史亦复如是，得做很多这样烧脑的工作。真的，在很多事情上就得像写侦探小说那样，学问之道嘛，得有学有问。不仅得接受知识，还得提出问题啊！你只学不问，就只是台复读机而已。不管是探寻过去的真相，还是探寻现实中的真相，都得有这方面的精神啊！所以这方面的读书心得呢，会今天放在会员网站当中和大家分享。在 YouTube 上，咱们下回再见啊！最后还是得感谢给咱们节目加字幕的网友。